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全爸。ALES 版本的平衡修正呢，我們已經知道，就是老傷的 OTPP 第4圈可以打到蹲姿。那麼經過這段時間的沉澱呢，我們已經知道說它還帶來了什麼樣的效果，就是對手的 DI 確反變困難了。什麼意思呢？以前呢，如果我們要 DI 的話，一定要蹲下，因為你站姿的時候呢是聯防的，所以 DI 是出不來的。如果你真的讓他打到最後一下，那 DI 是來不及的。所以如果希望說 DI 可以打到 OTPP 的話，需要擋下，然後馬上出 DI， 這是正常的情況。那現在呢，第4圈是可以打到蹲下的，那這帶來了什麼樣的結果呢？就是對手擋到了這個蹲下的，他就會打不到 DI 了。所以他必須在第4圈摸到他之前撞出 DI。這個動作之後，中間會有一個空檔，在這裡撞出來。而這個真的是一瞬間吶！如果說對方一錯失的話呢，就來不及了。實戰中的時候呢，基本上是根本出不了 DI 了。所以這個帶來的一個效果就是 DI 確反變得要更快哦，基本上是沒有準備好的話是很難在那一瞬間出 DI 的。那還有一個細節就是，正常來說 OTPP 擋住了以後呢是黏住的，就是對手會距離你很近，不管你怎麼樣退都是這樣子。但有一個特別改動是針對虛弱，當對手虛弱的時候呢，它的性質會改變，我不需要操作方向，原地使用就可以了。它瞬間就会把对手推遠，這個只限定在虛弱，可以再比較一下，就是如果我都沒有操作方向鍵的話，它還是黏着，而在虛弱的時候會推開來，那這無疑呢是讓對手的確反難度增加非常非常多。首先呢，在虛弱狀態下，如果說是第4下收尾的話呢，是-13，看起來也是大確，對吧？但是因為它這個推遠的距離啊，導致很多的角色是沒辦法確反到的。應該說確反的方法有限。例如以 DJ 來講呢，它的重角其實是剛剛好可以打得到的。12伏距離又夠，看起來是這樣的，但實際上我們還沒有做移動哦。如果今天這個老傷他有控制好距離去做移動的話，那 DJ 在這個時候呢，他的所有拳腳都沒辦法確反。那當然還有一個東西就是正轉角，這單純就是因為軌跡它移動需要時間，它並不是說第12伏直接就出現在最遠，像氣功一樣它是有軌跡移動的。那這種類型的長攻擊它就是沒辦法在確反的時間內剛好摸到老傷，那也會形成這樣的情況，就是老傷他自己控制得很好。但你說這個控制很難嗎？基本上如果他只要配合的拳腳啊，都很好可以控制到這種距離。老傷只要利用他拳腳去做一個距離的判斷，基本上這個 OTPP 都穩穩的可以摸在尖端的。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是一個這次 OTPP 它真正改動的目的。那當然，這樣的結果就是呢，它除了磨血以外呢，它還可以做一些插合。那確實這個東西在目前就是還沒那麼的廣泛被大家知道，所以說這個資訊的變動呢，需要一個消化的時間。這段期間算是一個甜蜜期。那我現在呢，就是很殘忍的破壞這個甜蜜期，告訴大家你的角色該怎麼確反，甚至有的角色根本就沒辦法確反，你只能眼睜睜的被白嫖。對於老傷玩家來講，你就記住哪些角色你是可以白嫖的，以及哪一些角色在指定的情況下呢，你可以白嫖。那其他如果不是老傷的玩家呢，就注意一下你的角色該怎麼辦。接着我們開始吧。那這邊呢，跟大家解釋一下，因為全部的招式測試起來啊，很冗長且枯燥啊，所以基本上沒有放進去影片的動作，全部都是我測試後無法確反的，所以我只留下了比較代表性或者特別的動作演示一下。那當中也許會有遺漏，也請留言告訴我哦。
陸克的重手跟重腳呢距離不夠，至於其他所有的招式呢都太慢，來不及，所以他唯一可以確反的東西呢就只有 SAE。那 SA3 比較特別，就是如果在尖端的話呢，它一樣是確不到。但如果老商自己本身沒有控制好，他會被抓到。那傑米基本上就是上重腳太慢，然後也碰不到。那下重腳其實是碰得到，但是因為軌跡的關係呢，他來不及確反，所以他一樣唯一可以確反的就是 SAE。自己 SA3 呢距離不夠，但如果老沙沒有控制好在尖端的話呢，還是會被打到。那馬農基本上他的拳腳都還真的蠻優秀，就是剛剛好差一點點就可以真的確反的那種感覺。只要老商沒有控制好的話，都會被他打到。切下重腳這個八頭，它的範圍很大，老商的容錯率就比較小了。只要稍微沒有控制好啊，就會被用到。但如果真的是非常尖端的話，還是一樣會躲掉。真的可以確反的，還是一樣 SAE。那馬農的 SA2 呢是剛好就差一點點，如果老商沒有控制好的話，也會被打到。但也是一樣，真的尖端是沒辦法的。再來是金伯利，金伯利基本上他就是很少数真的拳腳可以確反的，基本上他的滑踢啊就是穩確反的，其他的拳腳都沒辦法打到，就是這個滑踢。然後再來是他的 SAE， 然後 SA3 則是距離。所以金伯利他是當中呢很難得拳腳可以確反到的。再來是瑪麗莎，瑪麗莎的重拳呢在尖端的時候一樣是沒辦法打到的，除非老張自己沒控好，所有的招式一樣都來不及或太短。然後 SA3 呢是可以確反的。只要你控制的好呢，在他有 SA3 之前呢，都可以对他白嫖。那再來是莉莉，莉莉基本上我們只要看下重手就可以了。從這邊就可以知道說，那其他的拳腳基本上都碰不到。那再來是我們讓莉莉直接是上滿風的狀態，用強化的招式啊，因為軌跡的問題來不及。那就連很快速的燈籠呢，距離也不夠。再來是 SAE。然後 SA2 呢，範圍也不夠，莉莉就是會被完全白嫖的類型。那這批的中手啊，跟他的前重腳都很長，老商呢沒有控制好也會被打到，但是尖端都沒事。那 SAE 呢，因為他第二下才飛出來，所以就來不及。那 SA2 沒辦法確反，但是因為它本身的功能性的問題，可以選擇硬上，所以呢這一批是會被白嫖的。但因為它 SA2 很特別，所以它也有可能會利用 SA2 的本身的性質，然後來撐過虛弱。再來 Julie 的重手跟重腳啊都碰不到。那招式部分呢，我們只看升龍。都是沒辦法的，但是他大絕的話呢 ，SAE 是可以。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SA2 如果按住讓他衝出來的話，就來得及。再來是 SA3，所以
所以朱莉基本上就是有大绝的話，他都可以確反，3個大絕都可以。那 DJ 也是一樣，就是他拳腳很長，不過老商如果在尖端的時候，他也是沒辦法。還有他的正轉角，他的正轉角基本上是要老商最尖端才有辦法可以躲過，只要稍微距離一不對啊，就會被踢到。但是如果控得好的話，還是一樣。不過 SA2 就沒問題了。那 DJ 呢，整體上來講就是距離要控制好，還是可以白嫖，就是直到他有 SA2 之前。那再來茜咪，他的重腳一樣是打不到尖端。至於他的地劍發生雖然很快，可是移動時的軌跡太慢了。可是他的升龍非常的遠，基本上是要最尖端才可以躲得過。在大絕的話，當然沒問題的，他 SA1 夠遠。那 SA2 就是太慢 ，SA3 也沒問題。所以整體來講呢，就是有大絕就要尊重，沒大絕的話，就是距離要控制好。那龍呢，它最遠的前重腳呢太慢，然後站重腳呢則是距離太短。那氣功因為軌跡的關係呢，趕不到。就算是有上電也沒辦法。但是大絕的話，它的 SA1 是綽綽有餘。本田的中手呢不夠長，前重腳則是太慢，頭錘也因為軌跡的關係也太慢，屁股則是太短。那大絕部分就是 SA1 尖端不會有事。至於 SA2 也是因為軌跡的關係呢，到面前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。然後 SA3 的話就沒問題了。所以它跟瑪麗莎是一樣，就是到 SA3 之前呢，其實都可以白嫖它。那再來是怪獸部分，怪獸一樣，就算它拳腳長也是沒辦法下重手。第二是撞也太慢，那下上撞的話则是不夠遠。SA1 沒問題，SA3 也可以。所以怪獸呢，平常的時候一樣可以白嫖，就是有氣的時候要尊重它。再來是凱爾，凱爾他所有的長拳腳都沒辦法。那角刀呢，就是一樣，尖端才可以躲得掉，如果非尖端的話會被掃到。那 SA1 是穩定確反。所以凱爾跟 DJ 很像，就是平常的時候呢，他招式啊是可以有機會可以確反到的。但如果只要控制得好呢，還是一樣可以白嫖。然後就有氣的時候尊重，因為 SA1 確反。那再來是肯的重腳摸不到，所以基本上就沒有其他拳腳可以摸了。至於大絕部分 ，SA1 太短，那 SA2 就很微妙，基本上它大部分的距離都可以確反。但是最尖端還是不行。所以肯是比較特別一點的，就是基本上到 SA2 之前都要給尊重。那 SA2 的話呢，是一定要最尖端，而最尖端大概都是要用輕攻擊來帶。真力一樣是拳腳摸不到，百裂腳太短。那大絕部分 SA1 也太短。那 SA2 的話是可以穩定的確反。
最春麗就是等到他有 SA2 的時候要給尊重。那再是老傷內戰，老傷的話呢，重拳來不及。那大絕部分呢 ，SA2 太慢。所以老傷內戰的時候，這個就是可以白嫖的招式。那再來是阿三，阿三也是難得拳腳可以確反的角色，但又理所當然哦。但是他也只有一種拳腳可以確反，其他都不能。首先是站中腳可以確反，那大絕的部分呢 ，SA1 可以確反。所以打阿三的時候呢，就要尊重一點，因為他普通拳腳就可以確反。那再是拉希德，拉希德的話呢，就是重腳可以確反到非尖端的。看一下尖端的話就不行 ，SA1 的話可以確反。所以打拉希德的話呢，因為他重腳真的還蠻長的，所以就距離的位置要控制好。那 SA1 是穩定的確反。阿鬼的重手也是摸不到的。SA3 呢是尖端打不到。那一樣就是距離如果沒控好的話，也是被打到的。所以阿鬼基本上只要你距離控制的好，就可以白嫖他。那 ED 我們知道他的拳腳很長，可是呢也沒辦法確反。那大絕 SA1 是可以確反的。SA3 也是可以確反。所以 ED 就是有氣的時候要尊重他就好了。欧鬼的前重腳呢，第二腳太慢。那前重手呢，尖端是打不到的。氣功來不及。那大絕部分 SA1 也是來不及。SA2 太短。SA3 也是。那順玉殺因為不是貼近的狀態，所以說呢，看到了再跳都來得及。所以結論就是好鬼在虛弱時會被老傷的 OTBP 給白嫖，因為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確反。那再來是將軍，動手太慢。那下重腳呢，非尖端是打不到的。而尖端就踢不到。那後前手是發生太慢。那剪刀脚呢也是一樣，就是非尖端它是打得到的。那大絕部分 SA1 是可以確反的。SA3 也是可以確反。所以打将軍呢，容錯率就比較低一點，距離要抓準，要不然還是會被他打到。然後再來是他有大絕的話呢，就是尊重他。那泰瑞的重腳踢不到。那肩撞也撞不了。反轉手也來不及。那大絕呢 ，SA1 是可以確反。SA2 就沒辦法。所以泰瑞就是有气時尊重他。但是不周五基本上我们先給他有火的狀態。如果連火的狀態都打不到的話，其實就普通版的一定就打不到。重拳距離不夠，重腳則是比較慢。那扇子呢，因為尾擊的關係，它會來不及。那必殺冷風也是一樣，都是發生雖快，但是在移動的過程中來不及。那龍眼舞就是發生比較慢。那 AC2 是可以確反的。
就連普通版也是可以。那 SA3 只要在相對尖端的位置啊，它虽然发生快，可是它就追不到。那所以不知火舞呢，就是有 SA2 的時候尊重他。艾莲娜也是一個手腳很長的角色，但是下重腳了，被尖端會被踢到，滑踢來不及。但招式的部分呢，就只有正轉角有機會，但是基本上只要不貼近就沒事。SA2 就可以確反。所以基本上呢，艾莲娜是跟不知火舞一樣，都是到了 SA2 以後呢，再注意就可以了。扎加特也是手腳很長的，然後這個是重腳，然后重拳，大重拳，接下來是招式氣功，然後虎膝，來不及。那大絕呢，它這部分就沒有龍塊，就跟敖鬼一樣都是打不到的。那 SA2 呢也很微妙，它只有最尖端會打不到。那 SA3 也是差不多，就是非尖端會被打到。所以沙加特呢，就是到了 SA2 呢就要尊重了，因为虽然說呢最尖端還是打不到，可是那個真的差很少很少。那毒神呢最遠就是他的重手，前重腳。至於招式的部分呢，他全部的招式都是大於13伏啊，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測了。大絕呢 ，SA1 呢一定導因為比較早。SA2 SA3 所以這邊就知道這個角色呢，如果虛弱的話呢 ，OD PVP 是可以盡情的白嫖的，只要你不要太誇張的貼近都沒問題。接着是 Alice 重手，重腳雖然很遠，但太慢。下重腳，然後再來是他的正轉輕手。那再來呢？雖然說他還有一個破壞者姿態夠，但是破壞者姿態呢，基本上都要18伏，所以完全就是超過了，因此不用特別去測。大絕部分 SA1 是可以確反的。SA2 也可以。那反而 SA3 呢是當中距離最短的，就沒辦法。所以基本上 Alice 就是有氣時尊重他，沒氣時白嫖他。那以上呢就是這次影片的內容，主要就是分享 ODPP 呢在這次的改版以後呢，在對手虛弱狀態時呢比較低風險，然後可以去做一些白嫖的行為。白嫖的條件呢，就像剛剛影片內容講的，有些角色要特別注意一下，有些角色是根本不太需要去理會它。那希望以上內容呢大家會喜歡。那無論你是玩老傷的，或者不玩老傷的，這個內容應該都對大家多多少少有點幫助，可能也有我一些遺漏的，那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，幫我補充。如果這影片你覺得還不錯的話，就幫我分享出去吧，謝謝大家，拜拜。影片結束嘍，謝謝你看我的影片，希望你還喜歡，下次見嘍。